男孩端起步枪，对准远处驶来的大巴车。他认为父亲上当了，这把枪不怎么样。接着弟弟抢过来，退出弹壳，同样举枪对准大巴。弟弟也确定这把枪根本没有3公里的射程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大巴车突然停了下来，紧接着2个男孩赶快逃跑。他们知道大概出事了，而就在几秒前，子弹穿透玻璃，击中苏珊的脖子不远处。老公赶快询问情况，苏珊不断的流血，这才发现她中枪了。大巴车上的众人认为他们遇见了恐怖分子，为了迅速营救苏珊，他们来到就近的村子。理查德抱着满身血迹的妻子，一同前往导游家中。他不断安抚妻子，接着让老人帮忙按住伤口。他需要迅速给大使馆打电话救援。就在这时，同行的旅客们拦住他，希望他们可以迅速离开这里，因为曾在埃及的某个类似小镇，有32名游客被割喉，大家担心会发生类似事件。导游一再解释这里没有恐怖分子，可谁能相信呢？理查德不想搭理他们，紧要的是去打国际电话求救援。导游找来镇里唯一的医生，医生是名兽医，但是他很专业，如果不做任何处理，苏珊会失血而死。医生的话还没通过导游传给理查德，他已经开始准备手术工具，一把长针。医生虽然没有白衣，但是他是天使，他知道要迅速缝合伤口，再绑上夹板，这样女人才能活命。理查德想了想，他知道他必须这么做，于是安抚妻子后，2个人紧紧按住他。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，兽医开始缝针。游客们因为受伤的苏珊耽误大家时间，更担心的是恐怖分子，他们想要先离开。理查德只能恳求他们再等一下，因为救护车随时可能会赶到。司机决定再给他们30分钟时间。可随着一辆警车到来，消息却是没有救护车能来这里了，而且是美国人阻止救护车来的。他们要派直升机飞过来，但是又出了点问题。理查德怒气十足去给大使馆打电话，这次司机和乘客再次拦住他，因为天快黑了，这里很危险。这一次怒气的理查德和司机扭打起来。理查德为爱的妻子，而这群人是担心有恐怖分子。You leave, I'll kill you. I'll kill you. 理查德拨通大使馆电话，可他的国家已经把这件事放大，现在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这件事。就在这时，除了他们夫妻2人的所有人，趁着理查德打电话的时间，开着大巴车离开这个小镇。异国他乡，人性的丑恶，重伤的妻子，理查德陷入困境。理查德夫妇来到摩洛哥旅行，是因为婚姻出现危机，他们借此旅行短暂离开2个孩子，想在旅途中化解他们的隔阂，但是却遇见了意外。但在这生离死别的患难里，夫妻2人不再尴尬，向对方吐露心声，他们互相抱歉，垂泪亲吻，请求着对方的原谅。爱到尽头，情归此处。直升机终于到了，在小镇众人的注视下，飞机缓缓降落。苏珊和老公踏上飞机，他们得救了。导游小伙拒绝理查德的重金感谢，他们很热情，只希望苏珊能够赶快得到治疗，重获新生。来到医院的苏珊立刻进入手术室，医生说还是会有生命危险。难受的理查德打给家里的保姆阿梅利亚，他想听听儿子和女儿的声音。当孩子们讲起学校的故事后，理查德失声痛哭，他再也绷不住。而这把枪引起的蝴蝶效应才刚刚开始，摩洛哥警方大规模出击，他们一定要找到开枪的杀手。2个放羊娃开枪击中大巴车，里面的美国游客中枪了。那么2个孩子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先回到最初的开始，父亲给2个儿子买了把来福枪，只为他们放羊时可以干掉豺狼。兄弟2人分别试了试，老大的气场十足，但是好像打偏了800米。接着是老二，弟弟开心地端起来福枪，明显打得比哥哥更强。就这样，2个孩子拿着枪去放羊了。弟弟发现了豺狼，可是哥哥吓到了羊群，又吓走了豺狼。卖枪的说这枪的射程是3公里，可是哥哥怎么也不相信。于是哥俩对准驶来的大巴车连开2枪。几秒钟后，大巴车停了。回到家的兄弟2人害怕极了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，但是生活不得不先放羊。母亲教训了他们一顿，就算胃疼也应该让羊吃饱了再回来。晚上父亲回到家，他带来一条重大新闻，有恐怖分子射杀了1个美国游客，袭击了一辆旅游车。母亲说这里可没有恐怖分子，可是事情发生了，这很难说。聪明的弟弟问父亲，怎么能证明美国人已经死了？父亲说，警察现在正在寻找凶手，他回来的路都被封住了，这是一个不眠夜。兄弟2人在他们的房间无法入眠。警察不懈努力下，在山顶找到4枚弹壳，地方不大，他们很快锁定来福枪的主人。男人立刻被警察拿下，开始询问他为何向客车开枪，可这才知道他在昨天把那把枪卖了。
两个孩子正在送羊皮，他们看见向他家方向行驶的警车，警察来找买枪的主人，也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哥哥害怕的不知怎么说，接着弟弟故意将阿杜姆家说得很远，需要绕过前面那座山。警车走后，两个男孩立刻不停歇地跑回家。回家后的两个人向父亲说出了实情，哥哥说是弟弟开枪打死了那个美国人，弟弟说是哥哥先开的枪。他们开始推脱责任，互相向父亲告状。父亲教训了两个孩子，还有他们的姐姐祖拉。父亲为了儿子的安全，于是带着枪准备带他们离开这里。男人的枪是一位日本猎人送的，他还为警察拿出与猎人的合影。就在这时，被耍的警察回来，上去又是给男人一顿暴揍。接着警察带走男人的妻子，让他亲自带他们找到阿杜姆家，依然是那片坟头。警察们再次看到那两个男孩，男人的妻子也认出那个人就是阿杜姆。三个人看到警车驶来，迅速加快步伐，可是这却迎来警察的步枪点射，对面可只是两个孩子和一个父亲。哥哥想到了妈妈，快速向家的方向奔跑，可是腿部中弹倒地不起。父亲赶快上前去扶受伤的大儿子，而这时弟弟捡起地上的来福枪，他开始反击，举枪瞄准。弟弟一枪打在警察的手臂上，父亲知道事情越来越严重，他抢走儿子手中的枪，期间大儿子再次中枪，痛苦的父亲将儿子抱在怀中，弟弟也满脸泪水，他捡起步枪把它砸碎，接着举起双手走下山坡。弟弟将开枪的事揽在自己身上，与哥哥和父亲无关。男孩敢做敢当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名乘客并没有死，警察也终于破案。所谓的恐怖分子竟是一个放羊的孩子。这把枪发生的蝴蝶效应还在继续。苏珊在医院康复中，理查德又一个电话打给家里，因为找不到人看孩子，理查德让阿梅利亚的儿子取消婚礼，日后会出钱办一个更好的。他需要阿梅利亚帮助他们照顾两个孩子。他向保姆道歉，但是必须这么做。思前想后，阿梅利亚6年没回家，儿子的婚礼一生只有一次，于是他偷摸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一同前往。一把猎枪引发的血案，苏珊终于被带到正规医院，开枪的孩子也被抓，但是引发的蝴蝶效应还在继续。阿梅利亚还是背着理查德，偷偷带着两个孩子参加儿子婚礼。婚礼很幸福欢快，两个孩子无比开心，没有像妈妈说的那么危险。阿梅利亚也穿上多年没穿过的红色长裙，拥抱自己越来越帅的儿子。白天到黑夜，两个孩子开心了整整一天，但是他们必须回家。儿子担心他的兄弟喝了酒不能开车。侄子开着车，眼神迷离地送姑姑和两个孩子回家。他们要穿越国界。阿梅利亚说是两个孩子的保姆。警员查看了两个孩子的护照。阿梅利亚觉得侄子在激怒警员，可的确迎来更严格的搜查，检查后备箱、检查工具箱，还有阿梅利亚的包包。最后又向阿梅利亚要孩子父母的授权书，这个他好像还真没有。侄子的解释中，警员终于发现问题，那就是男人喝酒了。警察要求他立刻靠边停下来，可他却在即将靠边停靠时狠踩油门，冲过关卡。本来的小事变得更大。姑姑不断劝说他，他却责怪姑姑不该带他们来。两个孩子在后排哭泣，他又开始逆向超车。由于警察在后面追，他将孩子和姑姑放在荒郊野外，告诉他们甩掉他们后就回来接他们。这里是戈壁荒漠，每年都有不少偷渡的人消失在这里。保姆让两个孩子待在这里不要动，他去找人救援。阿梅利亚不知道又走多远，终于碰见一辆警车，可是警员却把他当成人贩子，为他戴上手铐。可是还好阿梅利亚的不断哀求，警察也算相信，带着他来到孩子们落脚的地方。可是两个孩子却不见了。两个孩子从出生一直都是他带着，为他们1日3餐，陪伴他们一起玩耍，和阿梅利亚自己的孩子没有区别。这把枪的蝴蝶效应还没完，警方找到来福枪的主人后，又通过枪械注册资料查到原主人是一名日本猎人，接着委托日本警方调查。由于绵谷不在家，这天警方只找到绵谷的女儿，希望见到父亲后让父亲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可千惠子一眼爱上这名警察。千惠子是聋哑女孩，因为残疾的障碍，她得不到常人一样的爱，唯一懂她的母亲离世，父亲又常年不在家。想要和她搭讪的小伙得知她是哑巴，放弃与她交流，还得到朋友的嘲笑。女孩活在黑暗之中，她开始不顾一切的放纵，亲吻为她看牙的医生，和刚认识的小伙们一起疯玩，在红蓝光影的舞厅中，笑容绽放到极致。然而，那个自己中意的男孩吻了她最好的朋友，她白玉般的面孔闪过无声的阴霾。这样乱七八糟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。回家路上，她想到那名警察，于是以说父亲的事约警察来到家里。女孩一直认为警方还是调查她母亲的死因，
而这次只是想了解那把来福枪是不是父亲主动赠予摩洛哥人，就这么大点事。可女孩却趁机脱掉了衣服，她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得到理解，所以想要不顾一切的放纵。警察最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，他可能理解女孩，同样也同情她。女孩也终于感受到人间的温暖。父亲回家后，在狼藉的屋子里只看到了女儿的衣服，却不见她的身影。阳台的门开着，接着看见阳台上女儿站在那，没有穿衣服，无言的少女扑进父亲的怀里，一口气哭出了10几年的委屈。丢失在边境的孩子也终于获救，但是阿梅利亚被永久驱逐出境。边境的警察对这个从小照顾孩子的保姆说：“这与你无关。”电影结束，讲述了一把猎枪引起的4个故事，4个国家，4个不一样的家庭。日本异域女人吞枪自尽，老公把她的猎枪送给摩洛哥猎人，引发了苏珊中枪牧人失去儿子，保姆丢掉了工作。如果能够多一些理解，多一些沟通，这一连串的蝴蝶效应可能不会存在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辛苦点个赞。